欧甲或者说骑士甲，除去那种一板一眼、主打还原和实用的设计以外，脱胎于影视游戏中那种华丽的造型，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适合于1:6产品去展示的啊。比如说之前 POP 推出的那个黑暗时代的加拉哈德，虽然我没有上手过啊，但是看大家分享的图片也好，视频也好，个人觉得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效果。各自是小情而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毛孩奇。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带来这个系列的全新产品，全新的加拉哈德。上手这个产品之前，我先说一个个人的想法啊。对于这种造型的玩具啊，不能给它简单归类成古代产品，它更接近于一个借鉴古典元素的、具有幻想风格那种原创题材。简单点来说，就是不要纠结于它的结构。最大的卖点其实是这个复杂的、帅气的外观设计。铠甲本身也是纯铜材质，能够感受到它这个分量感。长时间站柜一定要搭配好这个支架。可能很多朋友们是在25年的 WF 上看到了这个产品的样板啊，当时我也会简单的把这款定义为就是加拉哈德的一个异色版本，但实际拿在手中体验了一下啊，两款产品还是有截然不同的一个表现。先说最大的区别，也就是颜色部分啊，铠甲本身的话，不能说简单的黑白之分，更多的是明暗的不同。这款的话是会侧重一个亮丽的表现，主要就是银闪闪的这种感觉，但是表面的处理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趣的啊。虽然说很光滑，但是它会刻意的做出凹凸的起伏，凸显它的不平整，会有点类似于那种铝箔被揉捏之后再铺平展开的有点立体的那种感觉。一方面呢会增加这个铠甲表面的质感，另一方面呢会避免大面积的这种镜面反射，因为它的主题还是围绕那种黑暗压抑的世界观，太过于闪耀的铠甲和这种黑暗气氛其实是不相符的。甲胄表面的这种金色浮雕的占比是很多的，所以它需要用另一种方式去把这些亮丽的色彩抑制住。造型上可以说是非常的华丽啊，大面积的雕花，夸张的造型，精度来讲，我个人觉得也是不错的。而且呢，这种金色上会用到大量的做旧，对于它那种闪耀的光芒有进一步的压制。而且你对照去看的话，相比于上一款，它这个浮雕还是做出了一定不同的设计。比较明显就是头盔还有肩甲这个部分啊，虽然说设计语言都相近，都是这种天使啊、翅膀啊、羽毛，但是造型上还是做出了不同的刻画。裆部裙甲的部分是用了一块不规则的这种锁甲啊，这个应该是 POP 自己那个打印环的技术，很细小，非常的工整啊，蛮解压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小的锁甲设计。如果你用一个更夸张、更大的裙甲的话，整体的造型流畅性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然后出于铠甲本身的话，外袍部分我觉得也是很亮眼的，整体做旧是比较重的那种，并非是纯白，破损的效果也有做出呈现。上方也能看到类似于这种圣痕的金色印花。最漂亮的其实是它这个披肩这个部分啊，虽然大面积都被这个肩甲所掩盖了，但它会有暗金色的这个流苏垂下来，很漂亮。两肩中间的连接啊，是用了一个磁吸的分件，
下方也垂着一个类似于红宝石一样的挂坠，这个精度非常高，非常吸睛的一个存在啊！这一点点的这个红色亮光，可以说把整个铠甲的颜色做到了更加丰富。当然了，外袍部分也是可以自由穿脱的，如果你全部卸下的话，就可以更加直观的展示这一套铠甲，形象上来讲会更加的古典，整体会更加的鲜亮。胸前呢，包括裙甲部分这些浮雕啊、雕花啊，一览无余啊，能够感受到他是想要尽力把它营造成一个正气的那种正派的形象。你如果打开头盔的话，也能看到头雕部分同样和之前的加拉哈德做出了比较大的区别，造型明显更加具有英气，很英俊。皮肤的话，目前这个样板刻画的也是很不错，希望未来也能有所保持。眼睛部分是采用磁吸可动眼。简单点来说，就是它各自眼球后端会附带一块磁石，通过这个磁吸棒的吸力或者斥力进行调控，也可以通过中心的螺丝调整这个松紧度。完全拧紧之后，可以用手工的方式进行精细的调整。这个形式还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啊！后续的话，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的进行优化。拆开头盔的话，能看到上面再有一个发盖，这里呢，你可以替换成一个金色的短发。这个发壳其实主要就是为头雕单独展示做一个替换啊，呈现出来的效果我觉得还可以的，有一种安度因的那种感觉，表现上和本身铠甲的颜色也能有所呼应。整体来讲，我自己觉得要比之前那个直发的体验更好，因为之前那个打理难度实在是太高，这次一体成型的设计作为一个单独展示的补充来讲是更加方便的。然后就是一些配件方面啊，首先它腰间悬挂这个书本可以拆下来，外表部分能看出来是做了比较重的旧化效果，裂开撕开的刻画，翻开的话也能看到里面的书页做了一些内容的印刷，这样精细的刻画无疑是在佩戴的时候也能进一步的增加它的真实感。然后呢，就是手型部分，一对放松手，一对握持手。手背的这个甲片呢，和本体一样，手指尖呢是用开模加涂装的这个方式做出了细小的甲片。手型在连接的时候啊，注意和这个手臂甲做一点调整，尽量让这个缝隙缩小一些，减少穿帮。随身的宝剑质感上来讲还不错，会有一点磨砂的那种雾面。剑柄处也有类似于红宝石的一个点缀，整体都是金属的材质，所以强度来讲还不错。个人最喜欢是它尾部的这个配重啊，类似于小的花朵，随身搭配的时候会有一个不错的效果。然后是这个短一点的匕首，同样都是金属的材质，这个尾端会做一个更大一点的开花。长柄武器的这个搭配是比较有趣的啊，斧矛。刃部能看到有点像丈八蛇矛那种波浪的造型，天使啊、雕花的这种设计，这个造型还是很复杂的。尾端同样做了一个短刃，中心部分这个杆子啊也是金属的材质，当然做了仿木的那种涂装，蛮好的啊。这个长柄武器我很喜欢。额外还有一个小圆盾啊，这个做旧的效果很重，周围有十字圣痕的点缀，下方这个浮雕还是比较生动。然后就是这个产品最大的配件，也就是地台这个部分啊。首先你需要自主进行一个安装，分为3段啊，一半这个枯树，还有上面一节小的树枝。整体这个造型可以说似曾相识啊，尤其是这边有一个滴胶工艺的落叶呀，还有骷髅血红色液体的一个效果展示。台面部分呢，有这个青色的石阶，包括于在缝隙中一些青苔呀、小的植物、枯萎的落叶。上方呢是一个巨大的枯树，很扭曲，体现出来一个压抑的造型。展示上来讲呢，其实它有2个面去看啊。正面来看的话，就是这个阶梯状；翻过来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加恐怖一些。血色的这个池水啊，加上骷髅还有断肢的一个组合，很多这个骷髅啊，还有这个肢体啊，一半藏在这个水面以下，另一半呢浮在上方，所以你看上去这个空间感特别的强。底部有一个电池仓。安装2.7号电池，打开这个总开关，再通过后方这个骷髅内部的磁铁点亮树洞里的磁控灯，有一个红色呼吸的这种灯效啊，忽明忽暗的这个节奏感，目前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不会很刺眼。
算是一个轮廓的那种点缀。如果你把灯关上一些，在这种黑暗的效果中去看的话，还是深邃且压抑的那种氛围。本体搭配的时候啊，中心部分的三角形的石阶可以取下来，安装一个透明的支架，再把本体连接就可以。个人觉得它最好的一个观看的方向啊，其实从中心这个部分或者斜向一点去看，把两侧的这个景象都能收纳到。这里你可以做一个这种攀登台阶这种动作啊，让人物的这个动态的感觉更强一些。也因为它顶端这个树枝可以进行拆卸，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摆放的话，不妨把它取下，搭在这个树干上，有一个更好的互动性。体验了一下，还是像我开头所说的，这款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换色的异色产品。虽然说同为加拉哈德这样一个角色，形象设计上呢也是相似的，但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那种一体两面一个感觉啊。这款就相当于它还没有堕落时候的那样一个形象啊。单看配色上，一黑一白，一明一暗，但是风格上呢，其实还是高度统一的，因为它在做旧上下了一些功夫的啊，去抑制它这种华丽的色彩。其实这种金银搭配的颜色啊，是比较难去控制的。尤其它又用了这种华丽的一个设计，很多复杂的元素集中在一起，这款在最终这个呈现上，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像它这个长柄武器，还有一些书本的搭配，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出彩的，和本身的盔甲有一个不错的呼应。头雕部分的话，虽然说取消了直发，但这个金色的焦发呢，体验来讲更加简单，而且也为这个头雕的单独展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方案。场景地台方面，相较于上一款，应该也是做了更夸张的一个设计。之前我记得好像也是一个枯枝和圣杯的一个搭配啊，这次呢做了灯效、红色血液啊，包括这种复杂骷髅的一系列组合，场景感更强，而且会有一个蛮有趣的故事性啊，还是它一体两面这种感觉。跨过这一阶的话，就会踏入一个黑暗的环境，可能也是预示着这个加拉哈德光明走向黑暗的那样一个历程。尤其它这个灯效的设计，就用这个小骷髅做一个磁吸灯呼吸的这个效果，结合着整体场景，还是蛮吸引人。但是在动作搭配上还是需要下一点功夫，毕竟这个台面是一个阶梯状，不同的角度还需要对这个人物本身做出不同的调整，组合起来之后，还是能给我带来一个类似于那种小场景一样的体验的。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未来在大货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呈现，铠甲呀，包括头雕细节呀，还有就是这个场景部分能够维持一个好的精度。铠甲本身的话，我倒不担心啊，因为有这个上一款珠玉在前嘛。如果你像我一样没有上一款那个加拉哈德的话，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好的入坑时机。即便有上一款的话啊，因为它们完全不同的色调和装束搭配到一起，也不会觉得违和。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